这个男人参加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猎杀游戏，就是被当成唯一的猎物，供5名隐藏在人群中的猎人追杀。只要能撑过24小时，就能获得1个亿的高额奖金。男人名叫齐哥，前不久穷困潦倒的他被医院确诊为癌症患者，而且是晚期，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糟糕的是，他美丽的妻子才刚刚怀孕，如果就这样死去，留下的就只有可怜的妻儿和一堆足以压垮他们的债务。正当走投无路时，他想起了医院里的护工曾给过他一张神秘的名片，或许这个公司可以帮助到他。没办法，齐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名片上的公司老板，但老板提供帮助的条件就是要他参加一场猎杀游戏，让齐哥成为唯一的猎物，共参与游戏的5名猎人追杀。猎人会伪装成他碰到的任何人，而游戏范围就是这座城市，不可以出城，不可以将此事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能报警或者被警察逮捕。而游戏准备开始时，我们就会往你账户汇入5万美元，之后你每多活1小时就会多加5万，后续还会翻倍，直到24小时游戏结束后，总共是可以拿到2400万美元，并且需要随身带着这部手机，而这部手机只能拨打老板的电话和查看获得的奖金。每次当钱汇入你的账户后，手机会有15秒的时间将你的位置暴露给猎人，之后会自动隐藏，一旦游戏开始便不能反悔。如果违反了上面任意一条规则，这个游戏将永远不会结束，直到你被杀死为止。齐哥自知时日无多，想着未出生的孩子和妻子，他决定放手一搏加入游戏。第二天一早，齐哥来到约定好的餐厅，老板说道，游戏从今天早上开始到明天的早上结束，而为了游戏的公平性，开始所有人都不能使用枪械。接着让齐哥把身上所有的东西交了出去，只留了一瓶抗癌药，老板才把手机给了齐哥，并让他查看账户余额。果然5万美金立马就到账了，齐哥顿时紧张了起来。老板提醒了一下他，猎人们现在就在这个餐厅中，开始你一定要保持移动，往人多的地方跑，因为猎人们一般不会在人多的地方动手。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。6点45分，猎杀游戏正式开始。齐哥立马起身开始逃亡，慌张的他只能选择不停的移动。为了躲避猎人，齐哥决定先躲到公交车上，但车子刚要开动时，上来了一个奇怪的长发男，这货一看就不像个好人，一上车就缓缓走向了齐哥，并让他坐到里面。齐哥不好拒绝，只能腾出位置来，这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，因为不清楚到底谁是猎人，对他来说周围的人都有可能是猎人，所以齐哥必须对所有人都保持警惕。这时长发男正准备打开手中的箱子，齐哥见状吓得立马起身跑下了车，但他不知道箱子中其实就是一些普通的食物而已。离开公交车后的齐哥来到了人群密集的商场，因为人群会对自己有利，他迅速冲进了电梯里。电梯里面有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，他应该不可能是猎人吧。正当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，一名精致的西装男挡住电梯走了进来，齐哥立马保持了警惕，透过反光的电梯门，他注意到了西装男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，这让齐哥更加害怕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齐哥偷走了一旁女人的笔用来防身。好在到了女人的楼层时，西装男跟着一起下了电梯，这让齐哥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，随便就去到了一个楼层。结果刚走出电梯进入走廊，身后突然就传来了响动，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你小子果然是个猎人。西装男立马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螺丝刀，开始了猎杀。齐哥见状立马开溜，西装男紧跟其后，好在齐哥逃跑还是有一手的，很快就甩开了西装男一小段，然后偷偷进入了公共卫生间，躲进了最里面的坑位。为了万无一失，还特地站在了马桶之上，以为每个人都会蹲下先看里面有没有人。只可惜齐哥应该是电影看多了，西装男进入卫生间后是直接就用脚一间一间的踹开厕所门寻找的，所以没有任何悬念的找到了无处可逃的齐哥。而西装男看着眼前的菜鸡猎物，拨通了老板的电话，抱怨游戏太简单，要求退款。结果齐哥趁着这个机会推门撞上了西装男，成功逃。刚来到楼下，手机发出响动，是第2个小时的钱到账，并自动暴露了位置。齐哥立马警惕地观察着周围，但还是被一旁的胡子男用刀抵住了身体。胡子男立马压着齐哥准备离开，去到人少的地方解决他。此时西装男追了上来，看见自己的猎物被别人抢走了，二话不说直接强制停止了电梯。齐哥趁机反手就打倒了胡子男，立马往外面逃去。西装男紧跟其后，由于太慌张，齐哥在躲闪自行车的时候摔进了一个胡同里面。等他再起身的时候，西装男已经堵了过来，而旁边的门都打不开。好家伙，这下又要完犊子了。好在突然走过来一个警察，因为游戏规则的原因，两人只能说在闹着玩。不过警察的出现也让齐哥脱离了险境，接着又是一路的玩命狂奔，但是一直跑不是个办法。齐哥顺手就捡了一辆自行车，成功摆脱了西装男。本以为能缓一口气了，结果被胡子男一个死亡冲撞，直接扑倒在地。他拿出匕首就准备结束游戏，没想到被齐哥灵活的闪躲过去，结果自己的脚被卡进了车轮里。胡子男也是没招了，直接一记小李飞刀向齐哥射去，结果射歪了。齐哥又成功摆脱了胡子男，继续往人多的地方跑去。他立马来到地铁站，这地方人多，应该不容易被发现了。结果他刚刚跑上站台，就发现了西装男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没想到齐哥没有扭头就跑，而是朝着西装男冲了过去，然后一个急转弯就跑进正要关门的地铁。
气得西装男是直接丢出了自套神器螺丝刀，狠狠地扎在了玻璃门之上。看见地铁缓缓启动，西装男只能无奈地挥挥手，看着齐哥离开。而成功摆脱追杀的齐哥，很快就来到了一间教堂里，因为他认为教堂会相对安全一些，也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。但一位黑人神父把齐哥吓了一大跳，这大哥开门的方式也太暴躁了。神父简单的道歉后，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而齐哥为了缓解压力，便和神父聊起了天。但对于狩猎游戏的事情，齐哥是只字未提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在门外徘徊了起来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让齐哥大气都不敢出，而一旁的神父却一直在追问齐哥是遇到了什么困难。可此时的齐哥根本没有心情搭理神父，他缓缓起身，拿起门帘子就扑向了门外人，然后哐当就是几拳。看到这个情况，神父立刻出来阻止了齐哥。原来那人只是在排队等待祷告而已。一旁的神父也是非常的生气。此时齐哥看了一眼手机，还有1分钟位置又要暴露了，他必须立马离开。可那个神父却不依不饶，硬是要追问齐哥为什么打人。齐哥也是被神父烦得不行，而这时手机也按时的响了起来。齐哥无奈的告诉神父自己必须马上离开了，但神父却突然变脸。原来眼前这名神父也是一名猎人，而且这个臭不要脸的老黑还是个心理学大师。他提前预判到了齐哥一定会来教堂，于是提前就守在了这里。看在齐哥刚刚怎么样也没有说出狩猎游戏的情况下，老黑决定给齐哥一个痛快的死法。只见老黑抡起锤子就向齐哥砸了过去。很快齐哥就被老黑放倒在了地上。正当老黑准备给出致命一击的时候，结果蓄力过猛，手卡在了门缝里。齐哥立马抓住机会，用力推门向着老黑的手夹去，然后反手就是一个大肘。结果没想到老黑一铁头功却将齐哥撞了回来，两人立马扭打在了一起。齐哥掐着老黑的脖子，一把就撞向了花轿，然后一个9天雷霆双脚蹬就将老黑踹进了屋里。齐哥赶紧起身，成功将老黑锁在了门里。此时的老黑脸都要被气白了，对着齐哥就是一顿嘲讽，而齐哥也不着急走了，硬是要站在门口装逼。结果老黑趁齐哥不注意，对着齐哥的大腿就狠狠地来了一锤子。吃了亏的齐哥这下可不敢再逗留了，于是一瘸一拐的赶紧离开了教堂。在一个角落简单的处理完伤口后，齐哥还以为自己能健步如飞，结果这下好了，想跑也跑不起来了，只能找个人多的地方先躲躲了。于是他来到了一个球场，偷偷摸摸的偷走了一套球衣，而坐一旁的光头老板丝毫没有察觉。这时西装男根据手机定位也赶了过来，只见齐哥不慌不忙地穿上了球衣，而球赛也正好刚刚结束，一大群观众正向着门外走来。齐哥迅速地混在了人流中，西装男看花了眼睛，也没有找到齐哥的身影，于是他开始大喊齐哥的名字，想引起齐哥的注意。突然西装男好像发现了齐哥，于是立马冲了过去，结果看错了。生气的西装男立马站在了最高的位置，仔细寻找着齐哥，不放弃任何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光头老板居然一眼就找到了齐哥，接着两人在人群就撕扯了起来，一下就引起了西装男的注意。于是齐哥赶紧脱下衣服，加快脚步离开了球场，然后随便钻入了一台小车的后备箱中，再一次逃过了西装男的追杀。但很快齐哥就又遇上了麻烦，因为在后备箱的他听到了车主一家是要开往外地的，而且车子马上就要出城了，所以齐哥立马开始敲打后备箱，引起了车主的注意，最终成功下了车。但经过这番生死逃脱后，齐哥开始想起了妻子，于是他悄悄偷了一辆出租车，直接开回了家。看着正在着急寻找自己的妻子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立马朝着家的方向就走了过去。可此时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又让齐哥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于是齐哥赶紧向着车子跑去，而黑衣人对着齐哥立马就是一棍子，好在被齐哥灵活的躲闪过去。齐哥也趁机回到了车上，赶紧启动了车子开溜，黑衣人则紧紧的跟在了身后。只见他掏出飞刀，随手一丢，就扎爆了齐哥的轮胎，然后猛地加速追上了齐哥。但这时齐哥却从后视镜中看见黑衣人翻车了，齐哥立马松了一口气。可不料黑衣人其实是钻入了齐哥的车里，趁齐哥不注意，一钢丝就勒住了齐哥的脖子。于是齐哥立马控制方向，猛踩油门，朝着路边的石墩就撞了过去。由于齐哥系了安全带，所以他安然无恙的走了出来。而后面的黑衣人可就倒霉了，原来黑衣人竟是老黑，让你不系安全带，撞懵逼了吧？接着齐哥搬起一旁的石头，就准备砸向老黑，但老黑仗着自己是心理学大师，他预判齐哥肯定不敢解决自己，接着又是一顿嘲讽，结果你属实是死于话多。就这样5位猎人只剩下了4位，接着齐哥又开始了逃命。仓促之间他躲到了一艘游轮上面，正好逃过了胡子男的追杀。这时一位美女服务员从齐哥身旁路过，齐哥立马询问起了游轮的行程。当听到游轮是环城游的时候，齐哥才放心的待在了游轮上。但一天都没吃东西的齐哥属实是又渴又饿，于是他来到了自助餐厅，刚想喝点水，结果却被刚刚的美女服务员给阻止了。而齐哥没想到这美女竟也是一名猎人，只见他一记回旋踢就将齐哥踢倒在地，齐哥立马起身就是一坨子，结果反而把美女给打到了。接着美女对着齐哥就来了个旋风3连踢，猛牛过肩摔，还你飘飘拳。齐哥瞬间被打懵了过去，但美女却打嗨了，紧接着又是一顿。
而美女觉得这么打还不尽兴，于是骑到了齐哥脖子上，又是一顿输出。齐哥拼命摆脱，两人一同摔向了地面。结果美女顺手拿起一旁的牙签，反手就向齐哥扎了过去。齐哥立马使出吃奶的劲格挡，然后趁机将美女向着火堆推去。美女的裤腿瞬间就被点燃了，齐哥抓住机会跑到了甲板上，而美女也是阴魂不散，马上就追了上来。他一把叫住齐哥，告诉他这艘游轮根本就不是环城游，前面的那座桥就是这座城市的边界，只要出界你就等着被猎杀致死吧。听到这话，齐哥迅速来到了游轮的最高处，双手抱住桥梁就悬挂在了上面，而美女也不趁机解决掉齐哥，偏要学着齐哥一起悬挂在桥梁之上，毕竟顺风局必须浪。接着美女一点一点的就朝着齐哥爬了过去，享受着猎杀带来的快感。而就在这危机时刻，齐哥再次使出9天雷霆双脚蹬，一脚就将美女踹下了水去。随后齐哥艰难的爬上了桥，从捐赠箱里捡了一套衣服来伪装自己。而此时手机也很快要暴露位置了，但齐哥却感觉不到一丝紧张，因为持续的追杀让他已经麻木了。口渴的他来到了操场，趴在一个水坑旁就喝了起来，看着对面的老兄，再想想现在的自己和他又有什么区别。这时手机开始暴露位置，齐哥再也撑不下去了，他缓缓走到了马路中间，迎面正好来了一辆汽车。齐哥也不跑了，决定就这样一死了之。结果来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大胖，原来他一直在寻找齐哥，于是齐哥就这样上了大胖的车。在路上，大胖一直询问着齐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齐哥不能透露任何的消息。就在这时，西装男一边听着小曲，一边挥舞着手臂就追了过来。齐哥立马紧张了起来，因为他不想连累大胖，于是齐哥叮嘱大胖不要再跟着自己后，就毅然决然地跳了车，朝着附近的居民楼就跑了过去。而西装男一个甩尾漂移，也跟着下了车。于是齐哥马上加快脚步逃命，结果突然有人从背后将齐哥敲晕了。等齐哥醒来时，才发现绑架自己的并不是猎人，而是一伙黑人混混。混混在齐哥的身上搜出了一瓶药和一部手机，从手机账户里发现了齐哥居然有1500万美刀。混混大佬瞬间就起了歹心，想让齐哥将支付密码交出。而就在齐哥和混混周旋的时候，无意中从混混口中得知了自己的抗癌药居然是假的。齐哥非常的诧异，心中充满了疑问，但此时手机再次暴露了位置，齐哥也不想再跟他们浪费时间，于是开门见山的说道：There's a British guy with an ice pick, a redneck with a knife, and an Asian chick that'll just straight kick the shit out of you. They'll make sure you're feeling as much true pain as anyone. 那混混老大听得一脸懵逼，和几个小弟对视一眼之后，噗呲一下就笑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葫芦娃呀？于是几人将齐哥按在地上就是一顿暴揍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所有人立马紧张了起来。混混老大示意小弟前去开门，结果来的人居然是公交车上的长发男，这货果然是名猎人。齐哥赶紧就溜进了侧库，想着跳窗逃跑，可下面的胡子男正好顺着水管杀了上来。好家伙，这前有狼后有虎，齐哥瞬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结果没想到长发男一顿机枪散术，竟把厕所外的胡子男给弄了下去。接着长发男拿出10万伏特的电疗棒，就准备给齐哥做个电疗。齐哥也是彻底放弃了反抗，结果没想到混混老大临死前硬是将长发男带走了。齐哥再次死里逃生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拿走了混混老大的手枪防身，然后一路小跑来到了之前看病的医院。经过一番询问之后，发现自己连住院记录都没有，而且给他开药的医生根本就不存在。齐哥瞬间意识到自己被人给耍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骗他参加猎杀游戏的谎言。他马上就给老板打了通电话：你个糟老头坏得很，居然设计了这么大个圈套骗我，老子不玩了。而老板不以为然地回答道：游戏只要开始就不能中途结束，除非你活过了24小时，而且我已经派你最熟悉的人去控制住你的妻子了。听到这里，齐哥立马紧张了起来，因为自己最熟悉的人就是大胖。于是齐哥立马就给妻子打去了电话，他让妻子想办法摆脱大胖，然后去自己求婚的地方会合。虽然妻子搞不清楚什么状况，但还是按照齐哥交代的，成功摆脱了大胖，顺利的来到了碰头的地点。可突然，迎面驶来了一辆警车，而下车的居然是医院里给齐哥提卡片的护工。几人立马上前就强行带走了齐哥的妻子。此时齐哥也刚好赶到，看到这一幕，他愤怒地冲了过去，可是人家手里有枪，齐哥害怕他们会伤害到妻子，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他们带上了车。很快妻子就被带到了老板面前，所以现在的齐哥就算不为钱，为了老婆也必须将这场猎杀游戏完成。但是他决定不再逃跑，而是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准备和仅存的3名猎人拼命。只见齐哥打开了工厂上的灯牌，接着手机也开始按时暴露位置，于是3名猎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突然亮灯的工厂。猎人美女为了率先杀死猎物，一个箭步就先冲进了工厂，胡子男立马紧跟其后，只有西装男依旧不紧不慢的出发前还整理了发型。此时胡子男正拿着匕首小心地寻找着齐哥，但是他不知道齐哥手上有枪，所以胡子男很快就被齐哥控制住。可齐哥此时还不敢开枪，因为枪声会迅速引来其他2名猎人。而胡子男趁着齐哥不注意的时候，
回手一拳就打掉了齐哥的手枪，两人立马扭打在了一起。被打急眼了的齐哥反手就将胡子男打退，然后立马启动机器门的开关，瞬间将胡子男的手死死地压在了下面。但胡子男的叫声也暴露了位置，于是齐哥赶紧撤离了这块区域。结果因为太着急，齐哥一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。这时一个人缓缓捡起了齐哥的手枪，原来是大胖。大胖也是顺着突然亮起的灯牌才找到了这里，而齐哥却觉得大胖肯定是老板的手下，对着大胖就是一顿臭骂。可被骂的大胖什么也没说，而是直接抬起了手枪射击。齐哥被吓了一大跳，结果发现自己安然无恙，原来大胖一枪就送走了，想要从后面偷袭齐哥的美女。齐哥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误会了大胖，可此时西装男也闻声赶过来，他对着大胖和齐哥就是一顿瞎射，结果无意中打伤了大胖。齐哥赶紧扶着受伤的大胖躲了起来，并拉开了提前布置好的开关，只见大量的丙红流向了地面。接着齐哥又打开了另外一个开关，电火花瞬间将丙红点燃，从而产生了爆炸，巨大的火焰吞噬了整个工厂。悲催的胡子男因为手臂被夹无法痛苦，直接领了盒饭。随后齐哥安置好大胖，独自一人就赶去救妻子。他立马来到了老板所在的大厦，但这里除了妻子已经是空空如也。齐哥赶紧就为妻子松了绑，带着妻子就准备离开，可西装男居然又追了过来。见此情形，齐哥立马丢下老婆拔腿就跑，于是西装男追上去就准备开枪，躲在一旁的妻子立马阻止了西装男。还好西装男非常讲究原则，并没有对游戏以外的人动手。另一边齐哥也一路逃到了楼顶，而西装男很快也追了上来。齐哥还想着临死挣扎，对着西装男就说道：现在我没有手枪了，所以你有本事也别用啊。西装男无奈的摊摊手，没问题，反正杀你如土狗。只见西装男掏出神器螺丝刀，慢慢的就向齐哥走去，接着就是狠狠的来了一下，差点把齐哥直接干下了楼去。但此时的齐哥已经没有了退路，西装男的下一击必定要了齐哥的狗命。于是西装男将螺丝刀对准了齐哥的小手，正准备扎下去的时候，一缕阳光照耀在了西装男的脸上，紧接着西装男竟收起了螺丝刀，将手伸向了齐哥，把齐哥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原来是24小时到了，狩猎游戏已经结束，而讲究原则的西装男也该下班了。在恭喜完齐哥后，西装男便潇潇洒洒的离开了，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比下班重要。因此齐哥获得了全部的奖金，妻子也相安无事，两人最终紧紧的相拥在了一起。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游戏，你会愿意参加吗？